男人探出头来向屋内窥探，女主人突然出现在身后，眉目传情之间就将男人勾进了屋内。可下一刻，女人的丈夫竟破门而入。此时的男人还没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夫妻俩精心设下的陷阱。柳金枝是村里有名的美人，村里的许多男人都视她为梦中情人。然而心高气傲的柳金枝谁也看不上，却偏偏嫁给了一事无成的魏德利。在村民们看来，这无异于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这天，柳金枝哼着歌从田间走过，正好碰到了爱慕者之一的大栓子。大栓子平日里靠跑运输为生，这几年赚了不少钱，想要的东西尽皆入手，唯独得不到柳金枝的垂爱。大栓子不禁感叹，柳金枝有颜值有身材，却不懂得利用这天生的好资源，甘愿在家过清苦的日子，可谓是暴殄天物。此刻柳金枝怎么也不会想到，大栓子的这番话竟会让他走上犯罪的不归路。柳金枝一心想要发财，却从来不肯为此付出辛勤劳动。她一边打量着镜中的自己，一边思忖着大栓子的话语，心里不禁浮想联翩。这时丈夫魏德利连蹦带跳地回到家中，今天他在赌桌上小赢了一把，心情大好。柳金枝闻言便将丈夫从头到脚搜刮了一遍，可翻出的金额却让她大失所望。想想用车轱辘赚了大把钞票的大栓子，再看看眼前这个嗜赌成性的丈夫，柳金枝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不料魏德利却也深感委屈，觉得如果不是柳金枝的母亲住院把家底掏空，他也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柳金枝渴望能像大栓子那样拉货挣钱，却苦于没有买车的本金。没想到一番苦思冥想后，一个疯狂的想法却浮现在了他的脑海里。咱这小脸，咱这窈窕，咱这小气质，那老天爷白给的呀，不利用起来那不浪费了吗？柳金枝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魏德利，怎料魏德利听罢却连连摇头。原来柳金枝的致富经竟然是用美人计勒索村里的几个不安分的男人。魏德利害怕出事，犹豫不决，但在柳金枝强硬的态度面前，最终还是服了软。第二天，柳金枝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村里晃悠，很快就物色到了几个理想的猎物。于是夫妻俩就这样迈出了罪恶的第一步。柳金枝选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拉货的大栓子。他精心打扮一番后，拦在了大栓子的货车前，说是想搭个顺风车。大栓子以为柳金枝想通了，顿时笑得合不拢嘴，全然没想到自己已经中了柳金枝的圈套。柳金枝陪大栓子到农家乐吃了顿饭，混熟络后便谎称魏德利要出远门，1-2天内回不来，让大栓子晚上到他家里共度良宵。大栓子顿时心花怒放，这一天他不知道盼了多少个年头。他特地开车捎了魏德利一段，以确定对方是真的要出远门。是夜，大栓子果然来到了柳金枝的屋外。正当他向窗内窥望时，柳金枝突然出现在了身后，一番欲擒故纵的调情后，就将大栓子勾进了家门。然而随着屋内灯光熄灭，一个黑影竟悄悄来到了院子里，并拿起了一旁的木棍，正是在附近埋伏已久的魏德利。见魏德利破门而入，大栓子瞬间惊得魂飞天外，慌忙跪倒在地向魏德利求饶。魏德利则怒斥大栓子强奸自己的妻子，床上的柳金枝则梨花带雨地配合着丈夫。魏德利对着大栓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直打的大栓子惨叫连连，表示自己愿意赔钱让魏德利说个数。魏德利一时拿不定主意，只能一边辱骂着大栓子，一边偷看妻子的脸色。在夫妻俩的默契配合下，魏德利最终敲定了5000的数额。大栓子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先写下欠条，待明天一并还清。要是敢耍赖，明天我就上你家去，我把你的房子、你的车，我全部给你砸个稀巴烂！魏德利用虚假的怒火和咆哮唬住了大栓子。第二天，大栓子就如约将钱交给了魏德利，并愤懑地将欠条撕了个粉碎。初次尝到甜头之后，魏德利和柳金枝瞬间将道德性和羞耻心全部抛在脑后，两人马上开始盘算起下一个目标，并锁定了村里养鱼的老杨头。老杨头虽然已经上了年纪，但浑身的风流劲头却丝毫不输给年轻人。每次遇到柳金枝，都忍不住挤眉弄眼一番。这回柳金枝故技重施，一番梳妆打扮后，主动出现在了老杨头面前。老杨头还以为柳金枝是来找他买鱼的，拿起渔网就准备去河里捞。那我想吃老头鱼，你下去给我捞去吧。老杨头心里一颤，这从天而降的艳遇岂有放过的理由？当即就想将柳金枝请到屋里去，可柳金枝却故作娇嗔，称大白天的人来人往不太合适，不如晚上去他家里尽情快活。
正好魏德利要出远门，2、3天内回不来，他在家里静候老杨头的到来。老杨头闻言顿时激动不已，全然没想到一场无妄之灾即将降临。为了打消老杨头的疑虑，魏德利第2天就主动找到老杨头，称自己要去帮亲戚盖房，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想先来他这里买2条鱼，买鱼的钱记在账上，等回来再全部付清。老杨头听完连声答应，心里早已乐开了花。而这天深夜，魏德利就像上次那样，手提木棍走进家中，将老杨头捉奸在床，并逼迫老杨头写下欠条。在拿到约定的金额后，魏德利这才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而老杨头只能自认倒霉，将欠条以及委屈一并吞进了肚子里。老杨头碍于面子不敢报警，柳金枝和魏德利就是利用这种心理，连续2次得手，得意地点着手中的钱。柳金枝此时已经彻底迷失在了贪欲之中，可他万万料不到，自己费尽心思弄到的钱，没多久就被魏德利输了个精光。这一没钱，柳金枝就寻思着再出去勾搭人。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村里的丰农大周。夫妻俩在院子里很快商量起对策，全然没料到第一个受害者大栓子竟隔着院门偷听到了2人的谈话。魏德利考虑到经常有人去大周那买蜂蜜，人来人往的，怕是不好下手。柳金枝却是胜券在握，他事先观察了一番，等蜜蜂都进箱以后，就不会再有顾客上门了，那时就是下手的最好时机。魏德利闻言欣然同意，可柳金枝怎样都想不到，自己设计的如此周详，丈夫这边却掉链子了。按照计划，柳金枝笑盈盈地来到大周面前，还没撩拨几句，就迫不及待地将大周拉进了帐篷中。可这回魏德利却迟迟没有出现，柳金枝不得已和大周云雨了一番。他想着不能被白白占了便宜，便打算拿走几瓶蜂蜜，不料大周却赶忙上前阻拦，说这些都是已经被预定的货物，想要拿蜜的话，过2天再来取也不迟。柳金枝无奈，只能满脸怨气地离开了。而身后的大周却是满面春风，以为自己是走了桃花运。柳金枝一回到家，就对魏德利破口大骂。原来魏德利在麻将桌上来了手气，不小心就将妻子的计划给忘了。为了安抚柳金枝，魏德利急忙将赢的500块钱都交了出来，这才稍微平息了柳金枝的怒气。几天之后，柳金枝决定再次出击，势必要让大周来一次大放血，否则他咽不下这口气。可魏德利却慌忙拉住了柳金枝，神秘兮兮地说自己有一个更好的目标。他在麻将桌上认识了一个叫三胖子的赌客，三胖子出手阔绰，每次在桌上都是豪掷千金，输多少都不在乎。魏德利便打起了这头肥羊的主意，他打算先故意输给三胖子，然后让三胖子来家里取钱，到时柳金枝再使出他的拿手好戏即可。柳金枝闻言深以为然，夫妻俩一拍即合。然而2人万万没有想到，这看似万无一失的计策，却被一个意外彻底打乱。魏德利来到约定的地点玩牌，全然没发现自己早已被大栓子暗中盯上了。魏德利按照计划，在牌桌上故意输钱给三胖子，并写下了白纸黑字的欠条。赌局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几人仍在麻将桌上厮杀，而大门外的大栓子也有了动静。他对着手机轻声细语了一番，随后带着狡黠的笑容离开了。此时的柳金枝正在家里等待魏德利的消息，突然村里人慌慌张张地敲开了他的家门，告诉他魏德利连同几名牌友都被警察带走了。魏德利不仅输光了身上所有的本金，还盗欠了不少钱。警方让家属去派出所交钱领人。柳金枝大惊失色，直呼偷鸡不成蚀把米。魏德利从派出所出来后，免不了被柳金枝一顿痛骂。2人商议之下，打算再从大周身上捞回本。然而胸有成竹的柳金枝怎样都想不到，在前方等着他们的却是深渊地狱。魏德利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早早的就躲在田里观察情况。看见大周和柳金枝进了帐篷后，他立马冲了上去。可他万万料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栓子竟也早已埋伏在旁。见魏德利开始行动，他立刻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魏德利就将大周拖了出来。惊慌失措的大周连忙称是柳金枝先勾引的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个有妇之夫。魏德利闻言马上佯装愤怒暴走，而柳金枝则紧跟其后，诬陷大周想要强奸他被撕开的裙子就是最好的证据。大周见状马上意识到这是夫妻俩设计的圈套，目的就是为了向自己讹钱。可眼下他别无他法，只能选择破财消灾。不料魏德利狮子大开口，直接喊出了2万的金额。大周闻言顿时倒吸一口凉气，急忙求饶，说自己就算把手里的货全卖了，
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柳金枝闻言，立马在地上撒起了泼。大周没办法，只好准备进去给对方打欠条。然而就在夫妻俩暗自窃喜之时，警察在大栓子的带领下赶到了，将魏德利和柳金枝双双拘捕归案。在铁窗里，柳金枝流下了悔恨的泪水，后悔自己不该因为一时的贪念而肆意践踏道德底线，败坏社会风气。等待夫妻俩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